各位好，我是大宇，今天给大家聊一下出游的时候的镜头选择的问题。我最近出游了2次，让我有一个很惊讶的发现。我先说这2次我都带了什么镜头。第一次出游我带了2支镜头，一支呢就是 PZ1635，还有一支呢就是 85F 1.8的这个索尼原厂镜头。那我第一次出游就明显是这支85的镜头我用的更多一些。这次出游的时候我就想，上次 1635G 我几乎不用，于是我就带了腾龙的这个2875一代，因为我觉得这个镜头足够的轻，而且又是变焦的，方便一点。我因为是开车出行，所以我多带了几支。我还带了这个永诺的那支50毫米 f1.8 的定焦的镜头，还有现在正在拍我的这支 Batis 25f2 的这支镜头，是蔡司的。我发现我用的最多的还是这支 85f1.8， 所以我就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我们普通人到底出游的时候需要一个怎么样的镜头？我先说我的这个结论，可能我下次出游的时候真的就只带这一支镜头了，或者再带一支这个 Batis， 因为我可能要录一些这种现在的这种镜头我才会用到。我觉得普通人如果以后拍照可能只需要这支 85 1.8，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85毫米这焦段真的是足够的突出那个主体，很多人都说这是拍人的这个人像的黄金焦段，我觉得不止，它甚至说拍一些小的东西也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就是最近对焦距离80分将近1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这是它的唯一的现在我用下来的不足之处。但是我得说，但是手机其实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很多这种安卓手机它是有这个微距拍摄的镜头的，所以我们可能拍点什么小东西完全可以用手机拍摄。还有就是像 iPhone 这个3颗镜头，它基本解决了我的广角拍摄和中焦这种50毫米标准焦距拍摄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就因为手机的强大，导致我们似乎好像没有必要再去搞一支变焦镜头旅游带着。说普通人到底我们为什么用85用的这么开心？我觉得85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训练，普通人就很容易上手，是一个很突出主体的焦段，再加上它 1.8 的这个大光圈，这颗镜头的锐度又非常的好，可以说是可能是我所有镜头里锐度最好的，我觉得比那个2470 GM 的锐度还要高似的。反正我用下来可以说是一个几乎完美的镜头，焦段我也觉得很好用，又没有那么重，又比较方便携带，光圈也足够的大，就是这样一支镜头。那我们如果有拍摄广角的需要，或者说这样拿着相机边走边拍的时候，我现在的处理方式大部分都是拍这种固定的镜头，就用这个 Batis 25就可以。那如果真的需要边走边拍，我真的实在是推荐，要么就不要用相机，就用大疆的这种运动相机，我觉得它边走边拍是非常不错的。这是运动相机拍摄的一个效果我现在是手持着运动边走边拍可见这个屋里的光线不是特别好，就只开了这么一个灯，所以在光线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这个运动相机画质是远远比不上那个全画幅的相机的其实除了这点劣势呢，我不知道它现在收音效果怎么样所以如果还可以的话，我觉得它是可以完全替代手机或者 Vlog 这个手持的，只是在弱光环境下不行。那么像我今天旅游我这个鼻子晒的都已经彻底晒伤了我觉得像这种状态的话完全是可以用运动相机来代替的。它有一个广角，又有一个超好的防抖，而且收音效果也还算可以，而且配上这简易的这种三脚架，这样就可以拿着自拍，重量又轻，而且你随手可能你这个裤子或者这个身上的口袋大一点随手就可以揣进去，这个实在是很方便的。当然你用手机也是可以的，手机的自拍也是够用的。现在这个 iPhone 前置是可以拍这个前置 HDR 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我的出游不需要再带变焦镜头或者其他的什么镜头了，广角镜头了，因为
广角和变焦都完全可以通过手机和运动相机来实现。那么相机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我在旅行的时候偶尔需要拍一些外边，比如说像我拍的车，或者旅行的其他的旅客，或者一点稍微远一点的风景，我都可以用相机用这颗镜头来实现。所以下一次出行我就只带一颗85 1.8试一试。当然这颗87-425我也要带着，万一拍点什么广角的晚上也还是能用到的。而且这个最近对焦距离也非常的近，蔡司的镜头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跟我一样的普通人可以先尝试一下这个85这个焦段，确实是拍人像的效果十分的讨喜，拍家里人拍孩子都非常不错。只是这个85就要稍微离它远一点的拍。如果有家人帮着带孩子，或者孩子比较大了，你可以指挥他稍微离远一点拍，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是比50要更突出的。不论说是虚化，对，我得说虚化，索尼这 1.8 我觉得比很多我这个之前可能比如像50毫米 1.4 这种规格的镜头来的更大。所以因为焦距对虚化的影响可能更大。很多人推荐说只用一支镜头的话用35还有人说用50，但是我现在特别想要用85，其实是因为我身上已经每天都自带了3颗镜头。这3颗镜头有广角，有标准镜头，也有超广角，所以其实我就缺一颗可以很容易，也不能说创作，就能很容易就出片的非常突出主体的镜头。我觉得就是这颗就足够了。所以这是我一点这个偏见。然后关于上一期说这个6700我现在在京东上还是没有订到货，而且我现在是在一个出游的状态，所以可能我要过一阶段才能拿到。那拿到之后我就会把我的这个 A73 卖掉，再做一期这个6700体验的视频。我不知道这个6700现在发货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是要加价，有可能我再关注一下这个网上的一些信息。所以反正别着急，我可能大概率会在回到上海之后去索尼的店里面去订货，争取原价买到这个相机。就这样吧，感谢大家的关注，再见。